非有消息，最近不少民航业内人士都谈到了民航业面临的机票价格下跌、补贴紧缩、客流下降、收入减少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其实这确实是全球民航业普遍遇到的情况。虽说仍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利润创出了新高，但是更多航司的高管们都在谈论危机与竞争。或许未来的民航市场将迎来一段残酷时光。民航业是交通服务业，是人类古老和必须的行业。从1908年人类第一家商业航空公司成立至今，它一路蓬勃前行，但是也受到了政治经济、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等的影响。它有自己的规律，也有波动性。在我们看来，未来的10到20年里，它确实大概率会进入残酷竞争的阶段。民航业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剧烈的波动，先是跌到了谷底，然后迅速反弹。但总体来说，在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，全球的民航业发展速度很快，是兴盛的，是在大踏步发展的。现在之所以说它要进入一个残酷的阶段，主要是基于以下6个原因。一是波音的没落。在2000年到2020年间，空客与波音基本能够平衡，两家的竞争拉低了飞机价格，提高了产量，使全球的民航业都获得了好处。然而随着波音走向下坡，空客的产品质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现在空客的普惠发动机问题致使大量的客机停摆，严重影响了航空公司的生产经营。空客与波音现在交付也都严重不足，更是大大的损害了航空公司的利益。一些大型航空公司被迫继续使用老旧机型，成本高，进一步吞噬了利润。波音的没落也影响了供应链，未来一些航空备件的价格可能持续升高，对民航的经营生产影响深远。二是技术的更新。技术更新通常来说是好事情，但是它也意味着额外力量会打破原有的秩序平静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，由于发动机技术革命，空客推出了 A320neo、A330neo 和 A350 一系列客机，波音推出了737 MAX 系列和787系列，都比上一代产品要节油 15% 左右。谁拥有新的飞机比较多，谁的新飞机比例高，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。一些新兴的廉价航空，例如印度电缆和菲律宾苏务航空等，因此占据了有利地形。而一些规模大、本想按部就班更新机队的航空公司，燃油成本相对上升了很多，比较被动。船大难掉头，大型的航空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跟上步伐，在此过程中，有些航空公司可能掉队，被市场淘汰。三是电子商务的兴起。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许多厂家不再依赖渠道，商务旅行也因此减少。疫情期间，电话会议飞速普及，更是严重打击了民航业的商务客流。而商务客流是民航业最重要的利润来源，它的减少将加剧竞争的残酷性。四是俄罗斯等的影响。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乌克兰撤军，近80%的航空公司仍然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。这不仅造成了成本上升，也带来了不公平，而且俄罗斯的面积巨大，加深了影响的深远。还有就是一些航线的低价竞争，也加剧了民航竞争的残酷性。五是罢工的影响。飞行员、空姐、地勤和行李工们一波又一波，迫使资本家将工资最多上调了 50% 左右。虽说工人的收入增加后，消费上涨可以促进国家经济，然而对民航所有者来说，这是成本的残酷上升。六是政治格局。政治格局对民航业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特朗普的再次上台，表明美国仍然在向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，民航业也将因此被撕裂。俄罗斯等国的民航规模也都排在了全球前列，无论是对立还是脱钩，都会影响全球民航客流，加剧竞争的残酷性。民航业在30年前已经进入了微利行业，随着疫情后反弹的彻底结束，票价有回落的趋势，现在逐渐被打回原形。再加上以上6大因素的影响，必将迎来更加残酷的时代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
欢迎评论留言分享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